女人爱上小自己30多岁的男同事，为了制造机遇，她故意把咖啡洒到对方身上，然后一脸无辜地拿起纸巾擦拭。看着那散发男性荷尔蒙的8块腹肌，她瞬间沦陷其中。可没想到这点小心思却被男人给识破了。You did that on purpose, didn't you? No. Oh, I Doris? Doris, are you okay? Oh, yeah. 而这一切都只是多蕾丝的单恋幻想，反应过来后只能尴尬地转身离开。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，62岁的多蕾丝至今未嫁，而如今母亲年终静默，多蕾丝也只能与孤独为伴，每天过着枯燥且乏味的生活。直到约翰的出现，才为他单调的人生添加一抹色彩。那天上班的电梯里，一次拥挤让多蕾丝和约翰紧紧贴在一起，两人尴尬地刻意移开视线。可约翰那英俊帅气的脸庞，让多蕾丝不禁产生一丝嫉妒。那迷人的年轻荷尔蒙剧烈冲击她的心脏。于是，在约翰转身的时候，她悄悄顺走了约翰背包里的一支铅笔，而他们的缘分也在这一刻悄然发生。约翰竟然是公司里新来的同事。John is the new art director. 多蕾丝不知所措地拍手欢迎，可转身时约翰却叫住了他。Actually, wait. I met a woman in the elevator this morning. And we hardly exchanged more than a few words, but she made a big impression on me. Just standing right there. Can we explore this? Doris? Doris? 显然这只是多蕾丝的一个白日梦，和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，多蕾丝竟然失眠了，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约翰的身影。为了能引起对方的注意，她故意拔掉坐垫气囊，再请约翰过来帮忙打气。Let me just grab my bike pump. I'll be right back. Okay. 趁着约翰离开间隙，她补上口红，喷了香水。而等约翰再次和自己近距离接触，那种起伏的冲击感瞬间让她沦陷，甚至晚上开始回味铅笔上存留的余香。她每天都期待着能与约翰有进一步发展，频繁制造一些幼稚的机遇，把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成自己的小秘密。可当美梦清醒后，多蕾丝又开始回到现实，年龄的差距无时无刻提醒着她，自己和约翰之间根本就没有可能。于是多蕾丝便折断了那根铅笔，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但晚上她向闺蜜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时，闺蜜的孙女却为多蕾丝出了新主意。她在社交网站找到了约翰的账号，但必须添加好友才能查看对方的动态。为了能查到更多信息，孙女为多蕾丝申请一个新账号，并用年轻女人的照片做头像。看到一条来自陌生美女的好友添加邀请，约翰下意识地选择同意，这让原本失落的多蕾丝再次燃起希望。这一晚，她激动得无法入睡，彻夜翻找约翰的生活动态，并把他的喜好一一给记录下来，从美味的西班牙小菜、喜欢的啤酒，再到宠物狗，都一字不差地写在小本子上。得知约翰特别喜欢歌雅乐队，第二天多蕾丝就早早地来到商店，买了一张歌雅乐队的专辑。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多蕾丝显得有点诧异，因为这动感十足的旋律好像只适合活力四射的年轻人。可慢慢的，她也不受控制地随着音乐节奏尽情扭动那僵硬的身体。果然，第二天桌子上的专辑成功引起了约翰的注意。得知多蕾丝也是自己偶像的忠实粉丝，约翰便用潮流的方式跟她击拳，并夸赞她酷毙了。而这一举动却燃起了多蕾丝对这份感情的希望，只要继续投其所好，或许她和约翰之间还是有可能的。晚上，她向孙女分享了这次的成果，而孙女也给她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歌雅乐队要在这个周六举办一场演唱会，这意味着约翰一定会去现场。为了把握好机会，多蕾丝特意买了一身亮眼的荧光服，潮流的搭配毫不逊色于这群年轻人。而不出所料的约翰也来到现场，看到多蕾丝穿得如此前卫，他忍不住上前夸赞几句。You look amazing. Well, thank you. Just, this thing. I wear it all the time. Just threw it on. 演唱会如期举行，当动感的旋律响起，现场顿时一阵沸腾。为了让瘦小的多蕾丝能看到偶像，约翰甚至将她扛到肩上，而他此时奋力的欢呼，好像并不只是音乐带来的快乐，更多的是和心上人亲密接触的喜悦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。约翰主动说起自己上一段已经破碎的感情，并开始好奇多蕾丝的过去。It's your turn. I'd like to know. I was engaged once. Were you really? I really was. 原来20岁那年，多蕾丝曾经订过婚，可未婚夫的工作却在另一座城市，这也意味着完婚后多蕾丝就要随他而去。但当时母亲生病需要照顾，多蕾丝不忍心抛下母亲，无奈只能忍痛割爱，选择留在母亲身边。而这一决定却让她误了自己一生。这几十年，她都是以孤独为伴，那颗曾经炙热的心也随之套上枷锁。而约翰就像一把时光钥匙，打开了多蕾丝尘封已久的心。他们聊了好久好久，最后约翰还吻别了多蕾丝，只是不经意碰到了她的红唇，就让多蕾丝沉浸其中无法自拔。
他也很肯定这是爱的提示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多蕾丝总是无心工作，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与约翰独处，就连每天下班都要问一遍约翰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，但约翰都会以工作很忙为由，把邀约推到下次再下次。眼看1个星期过去了，两人的关系还是毫无进展，多蕾丝也等得有些着急了，便悄悄跟随下班后的约翰，没想到却看见约翰有了女朋友，这下多蕾丝更加慌了，他不知所措地跟在两人身后，直到天黑。约翰挽着女友走进商店，而多蕾丝只能失落地躲在窗外，亲眼目睹着里面亲密的2个人，因为一时失了神，就连被发现都毫无察觉。 Brooklyn, this is Doris. Doris is Brooklyn. Remember I told you about her? She's my coworker. It's so nice to meet you. Yes. 好在他们并不知道多蕾丝的意图，还邀请他去观看克林的表演。看着台上金发碧眼的美人，台下的多蕾丝却失去了笑容。如今60多岁的自己，拿什么去和别人争呢？回到家后，他翻开克林的生活动态，里面都是两人亲密的合照，甚至提到了同居的恩爱瞬间。多蕾丝彻底绝望了。此时的悲伤也占据了理智，他把心里的苦编辑成诀别信，发送给了约翰。然而到了第2天，多蕾丝就看到克林和约翰大吵一架，好像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。为了了解情况，多蕾丝借着织毛衣的理由找到克林，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昨晚那条信息，那暧昧的内容让克林怀疑约翰脚踏2条船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女人此时就在自己眼前。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伤害了克林，多蕾丝感到无比内疚，但得知两人已经分手，又不由得暗自窃喜。这样一来，他和约翰就有了可能。然而约翰不仅邀请他参加感恩节派对，还问一个他期待已久的问题。 Would you ever consider dating a younger man? Just curious. Yes. 多蕾丝迫不及待地向闺蜜分享喜悦，闺蜜认为这并不现实，年龄的差距早已注定他们不会有结果。虽然闺蜜的话有些犀利，但能看得出她在担心多蕾丝会受到伤害。可此时的多蕾丝早已被爱占据理智，她全然不顾闺蜜劝阻。年轻时她曾经错过一次，也为此孤独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虽然现在已到了淡然的年纪，但渴望被爱的那颗心仍然在炙热地跳动着。她精心打扮一番后，带着亲手制作的美食来赴约。晚宴上，所有人谈生活聊趣事，而多蕾丝却心不在焉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借着醉意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向约翰表白。I just like you, John. No. Doris, no. 之前他问多蕾丝是否介意比自己小的男人，是想把多蕾丝介绍给56岁的叔叔，却不曾想给多蕾丝造成了误会。回到家中，多蕾丝取掉假发，擦去脸上的妆容，看着镜子中满脸褶皱的自己，沧桑下铺满了多少个曲折的岁月，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拼命挤入年轻人的世界，原来真的太虚假也太疲惫。平静下来后，她向闺蜜道了歉，闺蜜并没有责怪多蕾丝，反为她接受现实而感到开心。次日，多蕾丝早早地来到公司，辞去了那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。临走时，多蕾丝去了约翰的办公室，跟他道歉自己的幼稚行为，也坦白之前的种种尴尬。但那些尴尬的时光让他收获了快乐，更成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或许在短暂的下半辈子里，可能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小插曲。看着多蕾丝离去的背影，约翰有些犹豫了。突然他又追了上去，两人深情地走向彼此。 Look, Doris, I don't know, maybe this sounds crazy, but why shouldn't we try to make this work? I mean, fuck it, right? 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又只是多蕾丝的一个幻想，但也是最后一次对爱的幻想。当他踏出这份梦境的那一刻，不管将来发生的事是否真实，都已不再那么重要。